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习小厨。前段时间买东西，发现了这个蘑菇种植包，觉得很有趣啊，所以买了一个回来种一种试试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这个开包如何种的过程，让大家和我一起见证这个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这是一个都包装好的蘑菇包，里面什么都有了，有蘑菇菌和培植介质。现在我们把它打开，应该是一拉就下来了。OK，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菌包是这样的，打开了。按照说明，我需要在这个窗口处用刀划2道十字交叉形的口子，喷一下消毒液，然后划2道。好的，现在它就是一个十字形的了。你可以划得深一点，把这个里面的介质划漏也没关系，这样更容易它渗进空气和水分。下一步呢，就用喷洒瓶或者喷壶来把这个喷湿。把塑料膜打开，这样。OK， 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这个塑料膜盖好，这样可以保湿，不要掀开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就选择一个地方。这上面说呢，不要放到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放到室内有散射光的地方就可以了，比如厨房客厅或者是洗衣房之类的，这都是比较好的选择。那么我现在要把它挪到室内去了，我放在餐厅。接下来就等待几天吧。蘑菇的生长周期非常短，一般1周到10天左右就可以开始长出蘑菇了。当然，在生长期间呢，每天都要喷水保湿，一般每天用喷壶这样喷2次水，才能保持湿润的效果。但是由于生活琐碎的事情很多，我经常会忘记喷，所以一般我是每天只喷1次。蘑菇在室内室温条件下就可以长得不错，但是最好室温不要超过30度。我的这包蘑菇大概在第8天左右开始长出小的蘑菇，现在是第11天，小蘑菇已经有了蘑菇的样子。这个品种写的是杏鲍菇，我们中文呢也叫它平菇。这种菌包呢有很多不同品种的蘑菇，大家就喜欢吃哪个就买哪种好了。只要蘑菇开始出菇了，长得就非常快了。瞧，只有1天的时间，就从小蘑菇头变成大蘑菇头了。其实这第1次发菇应该是很多的，但是呢，可能是由于我没有经常浇水，我经常忘记喷水，所以下面这些刚刚出来的小蘑菇就干掉了。大家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时常喷水，不要像我这样干干的。又过了1天，就长这么大了，这么大就可以开始采收，可以吃了。这个时候吃应该是非常鲜嫩的，及时采收蘑菇很重要。不但可以防止它吃的口感变老，而且呢还有利于第2批生长。第14天，也就是正好2周的时间，我采收了第1批蘑菇。蘑菇采收呢，很多人是用刀直接把蘑菇割掉，但事实上采收蘑菇不建议用刀割，是要直接从根部用手拧着掰掉。这样从根部把蘑菇掰掉呢，不会影响第2批蘑菇的生长，而且连根采下来的蘑菇呢，如果不及时吃掉，也更容易保存更长的时间。这就是第1批收获的
由于我时常忘浇水，到最后几天有的时候2-3天才浇一次水，所以后来发出的那些小蘑菇没有长出来。看这些小的蘑菇冒出头来以后就干死了。大家不要学我哦，一定要记得时常喷水，保持湿润。采收完第1次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种第2批。第2批种呢，我不想局限于这个小窗口了，于是我把外面的包装盒都去掉。我觉得这个包装盒只是为了美观，不用包装盒可能会更方便。接下来第2批的种植方法与第1阶段不同的呢，就是在种之前要充分的浸泡水，因为打开这些天里面的介质都干燥了，所以要把它放在水盆当中，开口朝下浸泡24小时，好让里面充分吸水。浸泡水之后就可以再次拿出来，放到室内有散射光的地方，继续生出第2批蘑菇。第2批蘑菇比第1批蘑菇长得快一些，在第8天就长到可以采收食用的程度了。但是第2批出的没有第1批多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长大的蘑菇底下还有一些很小的刚发出来的蘑菇，这可以作为第3批。同样，每天喷水必不可少。由于出门2天，这2天没有喷水，这2颗大的蘑菇已经老了。下面第3批的小蘑菇，由于断水，不少都已经干了。没关系，我再重种1批。还是这个已经种了2次的蘑菇包，我把外面的那层塑料膜去掉了，在水里泡了2天之后，把水倒掉，上面盖上一层锡箔纸。我盖锡箔纸其实也跟盖塑料袋是一样的，为了让它保湿。然后翻过来，锡箔纸朝下，充分浸泡过水的那一面朝上，还是放到有散射光的室内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为了让它更好的保持湿润，我做了如下2个步骤。一是用铁签子在这个菌包块上戳一些洞，这样在喷水的时候就更容易进入空气和水分。第2是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这是吸取了前2次我总忘了浇水，以至于特别干燥的经验教训。保鲜膜不要盖得特别严，要松松垮垮的盖上，让空气可以进去。这样等看到有小蘑菇发出的迹象时，就可以掀开保鲜膜了。据说一个菌包一般可以种3到5次，当然能种出蘑菇的多少和能种出的次数，跟菌包里的营养含量以及你种植的方法、管理方式也有一些关系。用自己种的蘑菇，简单的炒一点肉片，加上洗小厨菜园子里自产的彩色甜椒，一盘鲜嫩的蘑菇炒肉片就做好了。有多好吃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开饭喽！总的来说，这种菌包的种植方式，我觉得又有趣又实用又简单。不用施肥，每天只要喷喷水，就可以在2周之内收获第1批蘑菇了。市面上有很多这种蘑菇种植包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种种试试啊。喜欢家庭园艺和种植的朋友，别忘了继续关注洗衣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。好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